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聂怀桑收了手机，没再回复，特意看了眼对面的公寓，果然看到2楼露台上站了一个人，抬手又塞进嘴里一颗葡萄。聂怀桑心想，这2个人明明还在喜欢着对方，非得这么憋着，不累得慌吗？魏无羡吃完一根香蕉，又剥了一根，听到一声轻笑，行了，宪哥，你整张脸都写满了我想蓝忘机，别装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心跳微微有些加速，他摸了摸脸，紧张地解释着，有吗？哪有？聂怀桑又往嘴里塞了一粒葡萄，神秘兮兮地问，你当年和他告别了吗？剥香蕉皮的动作一停，魏无羡的心瞬间沉到了底，逃避了许久的过往蠢蠢欲动起来，不断在脑海中回放。告别，当然告别过。7年前，他是突然接到了魏长泽的电话，高高兴兴地出去和父母一起吃饭，饭席间的气氛有些怪，他隐约间觉得肯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。吃完饭，魏长泽直接将他送到机场，和早已等在那里的江丰棉会合。魏长泽对他说，因为有事无法脱身，让他先自己出国留学几年。他有些懵，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，也知道一向开明的父母突然执意如此肯定有原因。但是他还没和朋友告别，还没赴蓝湛的约，他想拖延1天，哪怕就1天的时间。他十分想知道蓝湛晚上到底想和自己说什么，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却通通被父亲给否决了。他按下了那串号码，心想，如果蓝湛不想我走，我就与此同时。蓝忘机将手机收进抽屉，离开办公室去隔壁开会。进了会议室，发现秘书不在，他起身回到社联办公室，见秘书紧张兮兮地站在他办公桌旁，一只手藏在身后，一只手握着手机，鬼鬼祟祟的样子显然在打电话。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他说，快点过来。秘书点着头，他关上门走回会议室。他不知道，在他进门之前，秘书打开他的手机偷看时，误接了他的电话。对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秘书看见备注上的英字，便气愤地说，忘记他不想理你，没时间接你电话，你以后别再打来了。电话那端响起一声清脆的男音，你是谁？你让他听。命运好像开了一场恶意的玩笑，就在秘书想挂断电话时，他刚好推开了门。而在他说出那4个字又关上门的一刹那，秘书藏在身后的手露了出来。少女得意地将手机拉远，拿腔作调的声音黏腻至极，哎呀，这就来了。你真的不和他说些什么吗？好吧好吧，我来说。而后又将手机放在耳边，语气冰冷地说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本来忘机是想晚上和你当面说清楚的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。你那龌龊的心思根本不配和他见面。电话那端是死一般的寂静。秘书将电话挂断，页面瞬间恢复到来电前，他偷窥的那个软件。那是记事簿，蓝忘机会将重要的行程安排记录下来，而在这次会议后面写的是8点咖啡厅约会。将来电记录删掉，一切恢复回原本的样子。秘书扭着屁股走了出去。机场里，魏无羡握着电话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耳边回荡的都是蓝忘机那句快点过来。他想起自从百凤山上无意间撞倒了蓝忘机，2个人意外地夺走了对方的初吻后，这个人就一直在刻意躲着自己。聂怀桑看出来他整个人郁郁寡欢的，还安慰他，说什么这个时候社联是最忙的，他每天忙的饭都来不及吃，蓝忘机肯定更忙。他想想也是，便掏出手机给那人打电话，却被对方挂断了。很快，对方回了一条短信，什么事？魏无羡想了想，回复着，七食堂今天有排骨汤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对方秒回，没时间。盯着手机，他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还是决定打包一份健身餐去社联办公室送饭。见他来了，蓝忘机也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，接过饭盒道谢，便继续和身边的人讨论细节。一连几次，不是和秘书讨论，就是和其他人讨论。魏无羡见对方这么忙，忙到根本没时间理自己，送去的饭也一直放在一旁。如此几次后，他也不去送餐了。后来也陆续约过几次蓝忘机，都被对方以忙在开会给拒绝了。他大概猜到了对方一直躲着自己的原因。毕竟以前他只是嘴上说喜欢蓝湛，
天天嚷着要和人成为好哥们，却从来没试图近距离接触过，很多人都当他在玩闹。想来那个人也是，如果没有那个意外的吻，如果他不是情难自禁地舔了对方的唇，也许他还能继续嬉皮笑脸地开着玩笑缠在那人身边。魏无羡没再刻意去刷存在感，也没再主动联系过那个人，只是今天早上，他突然在宿舍楼下遇到了蓝忘机，对方拍了一下他的肩，淡淡的说：“晚上有事吗？”没有。对方闻了一声：“8点，老弟方见。”他微微有些惊讶，问：“干嘛？”“有话和你说。”对方扔下一句话，就匆匆离开了。他暗自猜测，今晚蓝忘机一定会给自己回应，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最后他是以这个方式得到了回应。蓝忘机以轻描淡写的4个字，简单又狠绝地发出了一个信号：“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放下手机，他犹豫了许久，还是给聂怀桑发了封告别信。消息发送成功后，按下关机按钮，他就再也没碰过这个手机。陷入回忆许久，回过神的魏无羡还是选择回避有关蓝忘机的问题，因为明天江丰眠一家回国，早晨他要去接机，和聂怀桑聊了一阵，便道别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江澄下了飞机便将行李放进后备箱，目送江丰眠开车离开，便拉着他拦了辆出租车，接连跑了好几栋写字楼，最后终于敲定一间装修完毕的，大大方方的签了合同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江燕里早就煮好了莲藕排骨汤，魏无羡哼着曲，笑着说：“阿姐，我可想你了。”江燕离笑着将包好的莲子放在他面前：“阿羡，饿坏了吧？多吃点。”可不是，江澄拉着我跑了好几家写字楼，跑完又去订乐器，一天时间将工作室搞出来雏形，我可累死了。江澄，听到没？排骨我得多吃点，你给我留点。江澄斜了他一眼：“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饭钱从你工资里扣。”魏无羡放下碗，一副委屈的不行的样子，向江燕离卖惨：“我就知道，他让我签的肯定是卖身契。”江澄夹过来一块满是肉的排骨，扔到他碗里：“知道你还签，签之前你怎么不仔细看看？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魏无羡啃着排骨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看有什么用？你会同意我不签？”江澄冷哼一声：“想得美。”魏无羡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刚刚和聂怀桑见面不过1天而已，两个人居然又在工作室打了照面。看着这个人捏着扇柄晃来晃去的样子，他总算知道江澄口中的那位除了你以外，我还签了一位作曲家是谁了。聂怀桑看见他，晃了晃扇柄：“早啊，羡哥。”他过去坐在那人旁边：“你也签了这个工作室？”